从2020年到2025年，仅5年时间，中国保险公司已经关闭了多达11158家分支机构，平均每天有6家分支机构倒下。而今年截至5月底，就已经有946家机构关门大吉，包括753家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和193家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你以为这只是结构优化？错，这是一场血淋淋的撤退，是整个保险行业对撑不住了的绝望回应。不信你看，2020年971家倒闭，2021年激增至2197家，2022年再创新高2966家，2023年虽略降，但仍高达2065家，2024年继续保持高位2013家，2025年前5个月946家。这个速度和数量已经不是调结构那么简单了，而是系统性的断臂求生。保险行业的退烧速度比楼市还快，比裁员还狠。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保险公司并不是真的卖保险，它的核心功能其实是息储和理财。对，是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资金蓄水池。你交的保费不是拿去帮你保未来的，而是拿去炒房地产、投信托、买理财、搞债券，甚至参与影子银行游戏的。但现在房地产暴雷，信托暴雷，债市动荡，资产端一片废墟，保险资金投出去的未来全都回不来了。资金链一断，保险行业就成了高空走钢丝的赌徒。有数据统计，中国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规模一度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而如今这些项目几乎全部进入高风险区。曾经看起来高大上的保险巨头们，如今就像房企一样，被泡沫挤得喘不过气。而北京对此的回应不是救，而是抢。2025年4月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重磅通知，建立佣金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保险销售，只要你曾经卖出去一张问题保单，或者被公司定性为误导客户，哪怕是5年前的单子，也可能要把佣金全额退还。这意味着中国保险行业的销售员从此变成了当权者的债务替罪羊。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底层逻辑，赔钱了，不是公司扛，不是体制扛，是你那个底层干活的你扛。你曾以为自己只是在卖保险，不，你是在替资本埋雷，一旦爆炸，你就是那个被牺牲的人。从2023年起，中国金融行业就刮起了退工资风暴，银行退，券商退，基金也退。如今连保险行业也难逃一劫。佣金制度的变化直接动摇了保险销售员的根基。很多销售人员过去几年的高收入，现在正被追讨甚至冻结。有人爆料，2020年签的单子，2024年客户退保，2025年公司让我把当年拿的几千块佣金全退回来。我已经离职2年了，还要我还钱？更可怕的是，这项政策还追溯过去，销售员根本无从防范，只能一夜之间从高收入群体变成高风险职业。在这个体制里，你拼死拼活卖保险，却没有任何保障。你帮公司赚了钱，出了事却要你来承担。据中国保险报披露，截至2024年底，中国有约500万人在保险销售相关岗位上就业。而这个庞大的群体，如今正面临收入锐减、佣金追讨、压力山大的3重打击。北京某大型险企内部人士表示，2024年公司已经开始压缩销售团队，2025年预计要精简30%以上。你没听错，500万人口的行业要裁掉150万以上。这不仅是一个行业的震荡，更是一场影响全国中产阶层的社会地震。保险行业的大撤退已不是个别现象，
而是头部企业带头跑路。光大永明人寿咸阳中心支公司关，平安养老险三亚支公司关，泰康人寿广东阳江营销服务部关，人保财险、长安责任险，甚至老牌的中国人寿天津分支也在关。泰康人寿光是2025年内就撤销了178家分支机构，几乎是一个中型保险公司的体量。而时代财险更惨，从2022年开始一路裁撤，2025年只剩6家省级分公司苟延残喘。外资保险也不干了，外资看得最清楚，一旦政策不稳，市场缩小，他们跑得比谁都快。为什么保险业会全面收缩？因为保险的本质是对未来的信心。当所有人都对未来没有信心时，谁还会去买保险？一个连收入都无法保证的社会，如何谈风险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已经从2019年的 8.9% 下滑到2024年的仅 3.5%。而城市居民的家庭债务率却不断上升，已接近 70%。人们没钱买保险，更没钱承担保险后的理赔风险，保险公司没钱兑付，更没法再玩高息理财的老套路。保险不再是保障，而是陷阱。但这还不是最惨的，北京对保险行业的围猎才刚刚开始。不仅要逼你退工资、扣奖金、减员瘦身，现在连你几年前赚的钱都可能被追着要回来。佣金追索机制听上去像是依法依规，但熟悉当权者手法的人都明白，这根本不是法治，是抢钱。2024年4月18日，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知，赫然写明建立因保险销售人员违法违规导致经济损失的佣金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听懂了吗？只要你卖的保险哪怕几年后出问题了，公司亏钱了，就可以倒追你工资，哪怕那笔佣金早就被用来交房贷、养孩子、治病，当权者都要你拿出来还。而且什么叫违法违规？是明确定义的罪行吗？不是，只要保险公司说你销售误导、服务不周，只要有人投诉你，就可能被追索。这套机制的任意解释权当然掌握在保险公司和当权者手里。也就是说，保险销售员干10年，一朝翻车，不但未来没希望，连过去都要被清算。这不是改革，这是清洗，是一场彻底的掏空底层人兜里最后1分钱的运动。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开始的现实。2023年，金融监管风暴首先席卷银行，多家银行内部下发通知，要求员工退还绩效奖金、年终奖，甚至要求签署承诺书，同意在未来工资中扣除过去的超发金额。接着，证券业沦陷。2024年，多家券商要求员工退还过往收入，一些中层甚至收到通知，要主动返还2021年后的所有奖金。现在轮到保险，这不是行业整顿，是一个正在全面失控的金融体系，在用一切手段给自己续命。经济不行了，就割金融行业；金融行业不行了，就割从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保险业员保费收入从2018年的 3.8 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 4.7 万亿元，年均增长不到 5%， 远远跑输 GDP 目标。而2024年一季度，保费增速甚至低于 2%。人寿保险领域更是持续萎缩，客户退保率创历史新高。根据中国保险报报道，2024年一季度退保金支出高达1124亿元，同比暴增 46%。这意味着客户对保险公司越来越没有信任，宁愿赔钱退保，也不想继续缴费。泰康人寿、新华保险、太平洋人寿等多家龙头公司一季度退保率超过 10%。这在过去
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保险是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的，但今天连最基本的信心都消失了。更让人心惊的是，在经济一塌糊涂的背景下，北京还在扩大稳金融名义的掠夺式改革。佣金追索只是开始，后续还将有统一底薪加延迟发放提成5年服务期加合同连坐等方案陆续出台，全面管死保险销售员。一句话，卖得少你饿死，卖得多你被查，卖得好你被追责，卖不好你被踢走。而谁是最大赢家？不是消费者，是当权者与他控制的央企金融系统。监管可以成为掠夺的工具，反腐可以是敲诈的借口，企业治理沦为中央计划的延伸。看看各大保险公司的官方财报，就能看出端倪。2025年一季度，中国平安寿险业务同比下滑 3.7%， 退保率飙升，净利润暴跌 42%。新华保险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高达 60%。而中国人寿虽然表面上数据还算稳健，但其投资收益率连续3年未达标，被业内视为下一个暴雷点。不仅如此，保险公司资产端的压力也正在加剧。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3年底，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的金额高达 3.3 万亿元，占比达 16.2%。而在房价暴跌、项目烂尾、房企破产潮的背景下，这些资产的真实回报率令人堪忧。保险资金的钱一大部分已经埋在房地产里，连本都可能收不回来。但北京不允许他们认亏，于是他们只能在销售端下手，压销售、追佣金、开罚单、关网点。保险行业从上到下正在陷入一场全系统的生死劫。上有监管疯狂追责，中有客户大面积退保，下有一线销售自顾不暇。而最讽刺的是，这些手握稳定未来的保险公司连自己的明天都保不住。他们曾承诺为人民托起明天的太阳，如今自己却正迎来一轮彻底的黑夜。这是一场看不见的金融风暴，它没有像恒大一样轰然倒塌，但它正在1毫米1毫米的塌陷。没人大喊保险公司要爆雷了，但一线销售正在离职，客户正在退保，总部正在裁员，死亡的信号无处不在。当制度崩塌，信任崩塌，连保险都不再保险。一个连未来都无法承诺的国家，它还能承诺什么？而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